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十分罕见的镂空手，手握亿万家财，也败个精光。谁都不希望自己是一个贫穷的命，但是有的人天生就注定是一个穷苦的命。而一个人是不是穷苦的命，是可以从手相图解大全中分析出来的。那么拥有以下手相的人，他们必定是一个穷人。一、手指缝隙大。在手相图解大全中，如果一个人的四指并拢，每个手指之间的间隙很大，那么就说明这个人花钱如流水，存不住钱。这样的人，他们即使是家财万贯，到了他们手中，迟早被他们挥霍完。这样的人，他们很不会理财，注定是一个穷苦的人。二、手掌有青筋。手掌有青筋，在手相图解大全中是一种很不好的手相。拥有这样手相的人，他们天生就注定是一个劳碌贫贱的命。三、烦恼线清晰。烦恼线本来就是不好的，再加上烦恼线很清晰，那么就说明这个人在这一生中将会拥有很多的烦恼。他们每一天都是忧心忡忡的，过得很不开心，而且一生就是贫困的命。四、财运线弯曲。在手相图解大全中，我们的财运线跟我们的财运是有着很重要的关系，所以在生活中，你是一个富贵命还是一个贫穷的命，财运线都是起到了最直接的影响。如果你的财运线是弯曲的、断断续续的，那么就说明你的财运运势很不好。拥有这样手相的人，他们就是一个穷人。五、事业线不佳。事业线跟我们的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，而那些事业好的人，生活都是过得比较好，而那些事业不好的人，他们的生活就过得比较困难。所以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不佳，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生活会过得很困难。六、手掌没有肉。在手相图解大全中指出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面没有一丁点肉，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财运很不好，没有什么福气。这样的人，他们注定就是一个穷人。七、手指很粗短。在相学和一些民间传统观念中，手指的形状和长度被认为与人的智慧和命运有一定关系。根据这些观点，手指粗短的人往往被视为头脑不够灵活，反应迟钝，因此这些人通常在生活中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难。他们可能在学习和工作中缺乏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导致机会较少，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经济状况。从命理学的角度来看，手指粗短的人被认为缺乏细致的观察力和敏捷的思维，这使得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处于劣势。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人际交往中，他们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，才能取得同样的成果。由于这一点，这类人在生活中往往会感到更加辛苦和疲惫。此外，传统观念还认为手指粗短的人没有什么福气，即他们的运势较差，缺少贵人相助，财运不佳。因此，这类人在经济上容易遇到困难，较少能够积累财富，贫穷和辛劳似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。他们需要依靠自己的勤奋和毅力来维持生计。当然，这些观点更多是基于传统文化和相学，并没有科学依据。现代社会中，个人的成功与否更多取决于教育、努力、机会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。手指粗短的人同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取得成功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八、食指超级短。在手相学的解析中，食指被认为与一个人的上进心和雄心壮志有着密切的联系。食指的长度、形状以及相对其他手指的位置，都被视为反映一个人内心动力和追求的象征。据手相图解大全的解释，食指很短的人往往被认为缺乏上进心和强烈的欲望。他们可能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明确的规划，对职业发展和财务增长缺乏强烈的追求。这类人可能更倾向于满足于现状，缺乏追求更高目标的动力。由于缺乏上进心，
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太愿意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去奋斗，往往更容易接受现有的生活水平，而不去追求更高的成就。在经济方面，这种性格特点可能导致他们对金钱和财富的欲望较低，缺乏积极理财和积累财富的意识，因此他们的经济状况往往不会特别优越。由于缺乏强烈的追求和动力，这些人可能更倾向于从事稳定但回报较低的工作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财富积累。因此，当我们发现一个食指很短的人在生活中并不富裕时，这在传统手相学的解释中并不会显得奇怪，因为他们缺乏上进心，对财富没有强烈的欲望，生活方式和经济状况自然会受到影响。9. 理财纹很浅。理财纹跟我们的财运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影响。如果一个人的理财纹很浅很不清晰，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理财能力很差，没有什么理财观念，所以这也是穷人标志之一。第二，案例分享。第一个，这佛耳形态很不错，轮廓分明，耳垂厚大，福运深厚，加上额高隆饱满，聪明伶俐，早年能得祖荫庇护，眉峰起角，表面温柔可人，内心有原则和定力，是个有个性的女孩。拿捏不好，还是有点脾气，眼睛圆大，脾气稍急，个性直率，敢爱敢恨，田宅饱满，根基牢靠，加上印堂开阔，做事放得开手脚。不过山根的痣和夫妻宫的痣有些伤姻缘，加上子女宫有些黑气，注意烂桃花干扰。鼻肉耳挺，夫运不错，婚后能帮夫旺夫。鼻翼宽，鼻孔漏，烧了些城府和精明，婚后不适合管家管财，直率之人，易路锋芒犯小人，人中见钩，子嗣不弱，只是下巴稍短。晚年易为子女忙碌。第二个，镂空手，指缝大，男官财守财，长行来天木行手。木人多思善谋，个性偏敏感，但长面有力，偏筋骨质。筋骨质人善于做事，有毅力，能坚持，好胜心强，利于事业闯荡。但食指巽宫财位见杂纹干扰，事业有些不稳定。事业线前期也是多横纹干扰，生命线来看也是如此，前期横纹多，后期横纹逐渐消失，典型的先苦后甜的命局。事业线在中年35岁左右见错开，职场犯小人，太阳线也见横纹干扰，说明这点。不过不久后来了条帮扶纹，有望贵人帮扶，度过事业难关。感情线锁链，情缘被锁住一样，情路不顺，这是木人多遭遇的局面。结婚线靠近小指，已晚婚。第三个，面相看女主偏木人，木人多思敏感，有文艺气质，注重精神世界的契合，尤其在感情方面倾向于找灵魂伴侣。眉目清秀，五官端正，有些外圆内方，对待外人温和有礼，对自己或亲人要求严格，有点完美主义，甚至有些精神洁癖。向内而行的人易精神内耗，鼻翼坚守，鼻孔稍小，偏保守谨慎，做事爱计较细节，放不开手脚。这也符合木人多思善谋的特质，做事计划性强，不喜欢突如其来的变化。额高饱满，聪明，早运不错，眉聚不散，贵人也会围绕在身边，只是眼稍有惊恐之色，防备心强，姻缘有些坎坷。子女宫灰暗，加上人中不显，子嗣不丰，下巴尖，晚年易孤苦。第四个，长丘饱满，尤其是金星丘饱满，体质佳，精力充沛，加上纹路是典型的川长。川长人最好配合一个饱满的金星丘，因为川长人个性洒脱，大开大合，好折腾的性格，所以要配合一个好的体质，才能撑起川长人的好折腾。不过食指巽宫财位虽然饱满，但是见杂纹干扰，正财旺，但不稳。生命线30岁之前杂纹干扰多，脑线也是如此。30岁之前运势多阻碍，财运线也稀稀拉拉，财难聚。
30岁之后，脑线和生命线都变得干净深刻了些，运势逐渐顺畅。感情线中期有个大倒纹，犯情伤，影响姻缘。结婚线也2条，好事多磨。第5个，眼睛的能量很足，虽然戴了美瞳，眼睛还是很圆大。性格稍急，卧蚕饱满，睫毛翘，异性桃花旺，内眼角带钩，勾人心魂。感情注定有不少故事，烂桃花干扰也不少，不过田宅满，根基稳，能入大公司做靠山。鼻高隆厚重，鼻为中岳，代表自己，也是财帛宫，说明鼻梁高，人生高度可期。鼻头肉财运也旺，浮云足，颧骨饱满有肉，鼻权得配，中年人生路行得稳。鼻高隆之人心态也高，对另一半要求高，容易挑剔，婚姻来的不会太早。双唇而不露，善言不多言，口为出纳宫，唇薄上翘的人心态好，但有些薄情和精明，人中不显，子嗣不丰，加上奴仆稍弱，和子女缘分浅，加上下巴尖尖，晚年易孤苦。第6个，偏木行手，木人多思善谋，长面见棱角，也是偏筋骨质的木人。筋骨质的人做事有韧劲，有毅力，利于事业。这条身长笔直的事业线也看出，不过食指巽宫财位见杂纹，正财有些不稳，食指见缝，早步于前。早年父母关爱有加，没少花钱培养。生命线内侧也见贵人纹，说明从小父母助力多，人生起点不低。事业线和太阳线以及财运线都很长，有形成霸王线的趋势，但是需要养一养。离富贵之象，还差点火候，主要还是弱在了感情。感情线前期倒纹，结合脑线的大倒纹，20至23岁犯情伤。结婚线也出现大分叉，婚姻有分离之苦。太阳线也见横纹干扰，加上事业线中期断开，中年事业犯小人遇阻碍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